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吗？这就是死亡吗？是啊，这下你就明白了吧？你的死就代表着失败、结束、重来，意味着你之前所有努力都是白费、无用、徒劳无功。不想再经历这种糟糕的体验的话，下次就离那条黑色的小狗远一点吧。对不起，我又失败了。这是第几次了？第27次，我亲爱的小淘气。比起道歉，你要不要先治治你那个行动先于思考的毛病？就算不用你出手，没准也会有别的人来救那位墨镜小贩呢。如果你能像小 V 一样更专注于爱惜自己的性命，小 V 会很开心的。可是我做不到袖手旁观。唉，即使进入轮回会让你忘记之前的经历，这么多次的死亡还不足以让你形成肉体记忆吗？100次的痛楚都无法磨灭你这没事找事的本能，我都要有点佩服你了。请谨记，你才是寻梦之旅的核心，除你的生命外，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值得真爱。这是我和维塔的过去。哦，看来你终于想起了，只属于我们的秘密过往呢。维塔，请你以后不要再以那种方式突然出现在我背后。还真是冰冷的语言呀，明明小 V 绞尽了脑汁来制造浪漫感呢。你得以恢复了更早的记忆，看来这就是这次的通关奖励了。怎么样，在知道我才是你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伙伴后，你有没有变得更喜欢我一点？我想起来了，我曾独行许久，上百次的失败将我裹挟，无尽的悲伤。最初的轮回里只有我，以及每次失败回到这里才能见到的，仿佛我的送葬人一样的死亡宣告着维塔。如果你非要听实话，那我会说，想起这些事更像惩罚，而非奖励。真巧，我也一样。
自从和希娜相遇，一切才发生了改变。我遇到了来自地球的伙伴，解决了数据之海的侵蚀，抵达了朗丘。虽然我们也曾数次失败，但他们的温暖陪伴让我每次都能走得更远，最终打出了我独自一人从未抵达的结局。幸好我们后来结交的地球朋友具备与热心肠相匹配的能力，否则就连这次的战区恐怕又要平添不少你的死亡注解。是他们为手握黄道星之环的你创造了彻底封印历史中制造了大隐灾的蕾耶拉的机会，还替七树提前解决了神明那尚未觉醒自我意识的护从绝。由此，廊丘再不必背负囚隐监牢的命运，本该在同一时期发生的琥珀街大恐慌事件也荡然无存。真是人人自得，事事圆满。圆满，这的确可以被称为圆满。可是为何我内心的某处依然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情？怎么不说话？难不成是在为自己抢了白级风头，又害那几位失了玉影七术一名而不好意思？不，我其实在想，好吧，你刚刚说的我也很在意。白吉的狂妄建立在他能比所有人更早察觉到人之局限一事上。要是早知你与神明的奇妙联系，就算你不要，他都会将窃来的黄道星之环拱手奉上。无论如何，你才是这场冒险的主角。尽快开启下一扇区的冒险，回溯更早的历史，才是神明对主角的期待。那你呢？我当然只会期待自己。总之，既然这次也已经顺利通关，事不宜迟，该回到现实，让大家好好夸夸你，然后准备下一次行动了。等等，再往前回溯，就会抵达这里大部分人还没诞生的世界。我想抓住机会，和大家做最后一次告别。你还真是天真的惹人怜爱。这是以你为主人公的故事，他们不过是为你而存在的配角，而这个结局中的他们，甚至只是虚拟历史中众多可能性的分支之一。向一群因你的选择才得以存在的人告别，有意义吗？这个问题好像难住他了。娜娜，你终于有反应了，来，快说说你思考5秒后得出的终极答案。我是谁？答案是42。啊？抱歉，这是学生时代陈学姐和我最喜欢的玩笑。对不起，娜娜，我现在还没办法给出你想知道的终极答案。但你很坚定哎，不像我，满脑袋问号，摇一摇还能听见咕嘟咕嘟的声音。这都要感谢陈学姐。不久前，我从她的口中收获了鼓励与安慰，以及一种更加亲切的用以观察自我的视角。那场对谈让我摆脱了无法确证自我的阴影，也让我进入了心无旁骛的状态。虽然直到现在，我也没法自信满满的说出我已经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它已经不会再成为我的梦魇，我的恐惧了。我与真正的自我的确还隔着很远很远的距离，不过我确信自己已经踏上了一条终将拨开迷雾的道路。那你也太厉害啦！娜娜甚至还没有找到直达龙生答案的道路，只是找到了最喜欢的同伴而已。
当然，等我找到路的那天，就会离开它，成为一条独立自主的。考虑到娜娜现在还是一条小龙，所以找寻道路多半会花费对人类而言特别漫长的时间。不过也有例外，万一哪天我灵光一闪，比如明天，又比如后天，唰的一下想明白了，告别就会提早很多很多。怪不得你没有跟着克拉丽立刻离开系统，而是选择先找我聊天呢。被你看出来了。凭我对他的了解，在决定和你成为朋友时，他就会把终有一别的贴纸贴在最显眼的地方，提醒自己更加珍惜与你相处的每个瞬间。真到了必须分别的时候，他也一定会是第一个替你感到开心的人。要是你舍不得离开，他还要催你走呢。毕竟此前的每一天都是他在为分别而做的预演啊。不愧是克拉丽，可惜他就从来都不会使用娜赫拉送的贴纸。是说雷耶拉吗？对娜娜来说，娜赫拉的记忆是一部又厚又重的十分珍贵的书。读这本书时，我总是很难过，可我心里的小河每一次都只能冒出5、6颗泡泡，它们很脆弱，喜欢在变成眼泪飞向天空前突然碎掉，就像现在这样。娜娜是不是冷酷的坏龙？才不是呢，娜娜会为此苦恼，反而说明娜娜是一条善良的龙。无法流出眼泪，是因为娜娜还没完全读懂另一条龙的一生，也因为你自己的书才写到了第2页。在娜赫拉的记忆里，每到这种时候，人类就要流下眼泪，再送出些什么，以完成告别的仪式。但娜娜做不到第一件事，也送不出读书心得这样厉害的东西。那不如像批注一样，留下一句你最想说的话吧。什么都行吗？什么都行。你好，小蕾耶拉。还有，再见。这种时候就不要打扰娜娜了。接下来，徐梦哲，抱歉刚才那么着急离开，直到现在才联系你。在确认克拉丽平安无事后，大家都有些喜不自胜。人之常情，即便你不描述，我也目睹了赫利亚手抖3次才把小威币投进投币电话的场面。至于休伯利安11号上正在发生的事，更是不难想象。当然，联系你不只是为了这件大家已有所预期的事。阿杰塔刚刚还特别补充了一条关于瑞木的信息，因为神明的长眠，作为神明居所的高塔行将逐渐崩解，自此永夜之城便要迎来真正的黎明。那真是太好了。现在说这话可能有些不合时宜，但天将亮起的时候，往往也是最寒冷的时候。作为 S 级女武神，我本应做到更多事。别这么说，如果没有你，普通民众很难有足够的时间来廊丘避难，我们也会在接近蕾耶拉之前淹没在蜂拥而至的怪潮里。你可是我们的大救星啊。谢谢你。也许是出于习惯，每次任务结束，我都会开始反思自己是否能做到更好，有没有尽自己的全力，下一次该怎么改进。不过至少现在，让我们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吧。徐梦哲，你还会在系统里多待一段时间，对吗？
向一群因你的选择才得以存在的人告别，有意义吗？这一闪去的未来，或许确实走向了更圆满的明天。可这改变不了上一个善区里欺术搏命的死斗，也无法动摇原本的历史分毫。那么，这一切的意义，仅仅是我的自我满足吗？那就去确认这份胜利吧，寻梦者。这是经由你的不懈努力才获得保全的城市，理应由你去接受大家的感谢。放开我！恕难从命。那是廊丘往瑞木的交通枢纽，如今已经全部瘫痪。在这种情况下只身前往，简直是天方夜谭。你该三思而后行，不要冲动行事。可是，也许这是唯一的机会了。在那座塔彻底倒塌之前，我要继续寻找姐姐的线索。更何况，我看你才是吧？我什么我啊？你都伤成这样了，还非要瘸着腿跑来这里，你是不是担心还有没清理干净的隐怪，准备抱着这样的身体继续战斗？你居然猜出来了！你这人还真是……我就帮你简单包扎了一下，可没说你不需要继续接受专业医师的治疗，你才应该立刻回家休息。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以身涉险。所以，陈学姐是想前往瑞木高塔。是啊，要不是这个伤员一直拦着我，而我又担心太用力会让他的伤口裂开。这样的话，或许我能帮上忙。用这枚小微币就可以借助街边的电话亭进行远距离穿梭。我可以拜托我的朋友对它稍加改造，应该能把你送到瑞木的电话亭去。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多亏有你在，太好了！看，我就说吧，三思而后行，解决办法就会自己冒出来。你这根本是歪打正着吧？不管怎么说，真的太感谢了，沙弗莱小姐。萍水相逢，我们也不说客套话，改改你的犟脾气吧。彼此彼此。但愿这一次，陈学姐不会空手而归。他是个聪明人，更是我见过的最执着的好人。只要击破心墙，无论面对何种情境，想必都能取得独一的收获。他听到这些一定很开心，那就祝他的电话亭之旅一路顺风吧。说起来，那座电话亭沾染了些许弃用的气息，我不会认错。寻梦者，你们怎么会认识阿杰塔？啊，这个，我们已经不是临时合作伙伴了，所以此前那项互不过问对方来历的交易作废。作为朋友，我希望我们彼此都可以更坦诚一点。出于某些原因，阿杰塔预测了这场灾难。我们是他提前找来的外援。我原以为弃用就是他能够给出的所有帮助，还在心里骂他临阵脱逃了好几次。想不到你们才是真正的帮手，又欠他一回了。他应该不会在意。是啊，那女人不在意声名，不在意财富，情谊于他更是必依一见。以后要加大训练强度了，至少不要在每一次战斗里都把他替我出钱置办的制服弄成这样。你该关心的不是制服，而是身体吧？身体可以花时间自己复原，衣服要花钱。沙弗莱，我知道你不相信一劳永逸的事，但这一次就是最后一次了，我保证。你保证啊？
和所有人一样，我希望好事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否定、厌恶、抗拒那屡屡重演的坏事。然而，世界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就向我展示过它的本貌，其非正义之主，而是慈悲之敌。在他面前，我永远不会放下我的戒备心。沙弗莱，先别急着皱眉头，我讲话有一点欲扬先抑的毛病。我是说养伤期间，我会给自己放一次长假，用来好好思考自己未来究竟该做什么。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开店？我觉得一间专门解决麻烦事的小店就很适合你。只要我最大的债主某日突然身亡命陨，这店就有开起来的可能。因为他不会死，所以可以说，就算死了，那也必是他为达成某一目的故意为之的手段。谢谢你的建议，但这间小店恐怕我有生之年都开不起来了。我好像还是第一次见你说笑话。我说过，只是听到的人往往笑不出来。寻梦者，告别只适合用在一个人真正离去的时候。我们还活着，暂时用不上，所以带着轻松的心情前进吧。原来你早就看出来了。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说这么多话？也是。那你要和我一起回琥珀街吗？不了，我想先休息一下。这样啊，那我先走了。寻梦者，再喜欢低头走路的人，偶尔也会抬头看一看天。我保证。并因此，在希望的短暂照拂中，做了一个不再恐惧的好梦。接下来，该去琥珀街了。松雀，寻梦者，你来的路上有没有看见瑟利姆？没有。那他到底去哪儿了？哎呀，这种皆大欢喜的时刻，要是偏偏他出了事，那咱这辈子也不用抬头做人了。你冷静一点，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好吗？之前不是由咱和瑟利姆一块负责把大家引到他的庄园吗？咱费尽千辛万苦，可算是一个不落的把大家都带到了。可咱前脚刚准备向瑟利姆汇报好消息，后脚就发现他不见了。最后见到他的人说，在把人护送进庄园后，他就立刻倒了回去，像是急着找什么。哎呀，咱一听冷汗登时流了一头。虽然咱也觉得有点扯，但说不定和多尼戈尔半途跑丢了有关。为什么这么说？召集大家避难那会儿，咱见多尼戈尔怎么都不肯跟咱走，瑟利姆又似乎十分擅长训狗，就把狗往他怀里胡乱塞了一气，让他帮咱把狗也一块带回庄园。虽然知道多尼戈尔与他算不上宠物，他更不可能对咱随口拜托的事上心，但咱心里就是觉得不能排除这个选项。多尼戈尔既然不肯走，那他会去的地方多半是利托斯特以前的藏身之处。如果瑟利姆想要寻找多尼戈尔，松雀，我知道一个地方可以一去，跟我来。别担心，瑟利姆不是常人。咱担心的就是关骑马的关跌跤啊！你们也来这里散心？当然不是，咱是来找……好像是多尼戈尔的声音。他就在房里，
那你怎么站在门口？哦，你想让我钻洞进，撬锁进，还是不成体统的破门而入？我不想惹一身狗毛，更不想为一只狗弄脏手。小雀子，正好你来了，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办吧。还有别的理由吗？没有。知道了，瑟琳姆小姐。至于寻梦者，来这边吧，我有话跟你说。咱身边怎么尽是些跌了跤还不喊疼的人？再有下次，咱绝对不担心了。再担心，咱就是狗。松雀，你叽里咕噜说什么呢？没什么。帮我挑个合适的机会，转交给小雀子，然后跟他说：寻梦者，快来搭把手！但我什么都没说，你先去帮他吧。呼猫唤狗的通用秘技在这里不起作用呢。算了，咱本来也没指望多尼戈尔能有反应。他要是愿意跟利托斯特之外的人走，也不会跑来这里。那我们分头找找。原来多尼戈尔并不是活了1000年的狗，而是许多只狗共享了先祖的名字啊。雷耶拉最初送给利托斯特的小狗，代代相传陪他度过许多时光。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改写了结局，他会因大隐灾命丧于此，就此断绝多尼戈尔的传承。这倒让我想起了利托斯特是赛事主办方的共同代号的译文。还有，我曾在第一善区亲眼目睹的记忆。为了见到你，我有意让自己感到了恐惧。也就是说，对利托斯特而言，他真正恐惧的其实是，而多尼戈尔拒绝在利托斯特殉身隐坛前见他一面，却又赌上性命与决战斗，最终遗忘一切，退回了自己原初的模样。这不是一件能够带出系统的手记，而是一段跨越了破碎时光的记忆，一节偶然与必然交织的命运回环。尽管无言，但它就在这里，并且将要因为我来过，一直存在下去。这还真是……痛死咱了！你个坏狗！你没事吧？咱这不是发现多尼戈尔藏在床底，嘴里还叼着什么，想利用那玩意儿把他拽出来吗？结果这家伙死不松口，咱一个没收出力，就摔成这样了。哎，莫非你是为了这条破布才不肯跟我们走？你到底知不知道外面有多危险呀？啊！所以，瑟利姆小姐为何会在隐灾未尽时外出散心？我受不了满是聒噪，有承诺会将庄园用作避难处，想来也只能委屈自己了。
有那么多散心地，瑟利姆小姐怎么偏偏散来了这里啊？问我？不如先问问多尼戈尔为何会吠得如此大声，如此凄惨。听到那种声音，不免让人心生焦躁，顺手探一探究竟。咱可不认为手上都弄不开门，只能像尊门神一样站在门口也能称作顺手。右臂脱力了而已，倒是小雀子。我只让你把狗带出来，可没允许你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满臂擦伤。咱还不允许瑟利姆小姐把自己搞成这样呢。做什么？究竟是脱力还是脱臼，咱一摸便知。不说焚香沐浴，你至少先洗洗你的……庸医，就免了吧。瑟利姆小姐，你到底是不是因为答应了咱的请求，才会急着回来找多尼戈尔啊？如果真是这样，咱就必须要对你受伤这事。自作多情，多尼戈尔与我算不上宠物，我更不可能对你随口拜托的事上心。从头到尾都是一时兴起。你怎么连搬出来的理由都跟咱之前想的一模一样？那个，其实我也在之前的战斗中受了伤。既然大家都有伤，不然还是先结伴找白姬先生处理一下吧。免费取消。好像冷战闹分家的，不行，不能说出口。两位都受了外伤，让同一位医师负责就好。瑟利姆小姐、松雀大师，这边请。多尼戈尔就暂且托付给瑟拉佩姆小姐吧。越是在乎，越害怕暴露脆弱；越是憧憬，越难于袒露真心。在下本不愿评议瑟利姆小姐与松雀大师的关系，但见你如此苦恼，还是忍不住多言一句。奇怪，这个时间点的白吉怎么会这么了解松雀和瑟利姆？白吉先生何出此言？在正式与他们会面之前，我就已从虾妹的描述中构建了对他们的基本印象。至于我手握的其他信息，就不便告知了。还请相信，若非知根知底，我绝技不会委托松雀大师窃取黄道星之环，并坦然接受他最终落入他人之手的结局。在下并无冒犯之意，敞开天窗说亮话，不过是为了将自己的感激切实无误地传达给你和你的同伴。我先前还担心白吉先生会因突生变故而怪罪松雀，甚至对我抱有敌意。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松雀深得家妹喜爱，你更是浮出隐灾的英雄，我何以那样对待你们？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白吉先生会使用如此不合你身份的手段取得星之环，有点超出我的预期。直说卑劣亦可。我也曾将守正不疑奉为圭臬，后来却明白所有预设的不应打破的常理，背后都潜藏着一种我们本可以轻易征服的恐惧。人们从未真正屈从于我不应如此，而是害怕偏离常理的步伐踏碎生活，甚或行路时对上哪怕一道遗迹的目光。为了不经受这样的恐惧，大多数人才蜷缩在我本该如此的模具里，最终成为了如今的自己。倘若人们提前拥有徘徊在生死边缘的经验，恐怕就能立刻觉察，世上原本只存在一件值得恐惧的事。他夺走了我的妹妹，夺走了我唯一真爱的时光。可他仍不满足于此，这一次，
他甚至要借神明之手，掠夺更多，更多。我一次也没有看透过利托斯特的想法，对他的种种作为更是难以认同。但我不能否认，若无你与友人倾力相助，我会踏上与他相仿道路的事实。所谓人神，其实神明愚弄世人命数时，人应当为自己举起的旌旗。可我们终究是命路相连于一处的树，若不踏上非人之道，又如何能创造乃至战胜神明？如果这条路错误连连，苦难迭起呢？哼，寻梦者，你早已清楚在下的答案，因为于你而言，这里只是来与去的交汇点。你是怎么？世间的思虑早已织就了遇见之网，我无法定格未来穿网而过的瞬间，却能辨明网中留下的碎末。你若喜欢，就称其为直觉吧。无论如何，在神明长眠后，我们不日也将再度沦为庸人，注定无法去往你要抵达的地方。但来日若需相助，在下定会全力以赴，以报今世之恩。那我只好先向白吉先生道一声谢谢了。不客气。对了，若你稍后还要看望瑟利姆小姐与松雀大师，能否替我把这方手帕交还瑟利姆小姐？在下毕竟是外人，这件事还是由她亲自做妥当。真是个麻烦又别扭的大小姐啊。松雀、瑟利姆小姐，你们的伤处理好了吗？咱本来也没什么大问题，但瑟利姆小姐，哼哼，你懂的。小雀子，你好像有些聒噪啊。所以，两位之后有什么打算？我觉得松雀你可以把眼光放得更长远，比如成为一名演员，然后在某一天站上所有人都能看见你的舞台。就算往演员的方向发展，也得先攒钱嘛。等灾后重建结束，大家一定会需要更多娱乐活动，这也意味着此处必有商机。你倒与我不谋而合了。我也正打算利用家族积攒的财富与人脉，在安和乃至洛星范围内发展娱乐产业。你看看，这不巧了，松雀。寻梦者，有些路可能生来就不适合聒噪的人走。咱可不想因为话太多又兜不住事儿，被观众轰下台啊！与其纠结这个，咱宁愿先琢磨怎么才能跟白吉少爷混呢？给他干活，不说大富大贵，肯定也是一辈子衣食不愁。哼，白吉，我只有一个问题，小雀子，究竟是让你承认你的价值更难，还是接受我的帮助更难？什么？你问咱还想问问你嘞？凭什么你能不让咱知道你在想什么，咱就非得告诉你咱的打算？这不是欺负人吗？啊，我真是受够了。我只有一个问题，小雀子，先把白吉的什么计划丢到一边去。你究竟想活，还是想死？那还是就这样死掉好一些吧。如果一定要被他人安排命运，为什么他就不肯听我的话呢？如果不会再有未来，就更应该一口气说完那些还在等待机会诉说的话。你们两个，赶快给我和好啊！
瑟利姆，时刻保持完美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松雀根本就不在意你半途让多尼戈尔跑了这件事，他一直在担心你的安危啊。还有松雀，你都察觉到了瑟利姆掩饰真相的理由，为什么就不能大胆相信你的推测，非要用蹩脚的谎言试探他，结果搞得自己也心口不一呢？我就直说了吧，不光是我和其他人，瑟利姆小姐也一样。不，我认为她远比你想象的要更重视你。喂，我知道这些话很冒犯，所以必须要跟你们说一句对不起。但我不想在最后一次告别里留下任何遗憾，也不想让我的朋友们留下任何遗憾。我还准备和斯拉佩姆说说话，先走了。怎么说完就跑啊？如果是来告别的，怎么还没说再见呢？不说再见，才有机会再见，不是吗？也是。既然一直留着这顶小皇冠，就把它看紧点。谁又能保证下一次捡到它的人还是我？知道了，谢谢。等等，咱从来都没把它拿给别人看过吧？一直是什么意思？衣服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价值，人的价值只能由自己赋予。我原以为它会成为你继续留在台上的底气，画很多的小麻雀。你是秘密基地的女孩，可她坐在第一排，还有她身边的人的衣服。果然，她在骗我，她也是贵族。瑟利姆，你当时为什么会对我说出那句话？看你太紧张，想鼓励你一下。但我那时受父亲影响，有掉书袋的习惯，所以这份鼓励也有修饰过多的地方。原来是这样。不过，从幕后走到台前的这段距离里，你让我改变了想法。我会被上流社会看中，可以一夜之间从麻雀变成凤凰。有意思。虽然眼睛里闪烁着这样的光彩，手倒是快把公主裙抓烂了。你的眼神让我确信，只要眼前出现了光芒，你一定会想方设法抓住它，哪怕自身根本不具备资质，哪怕要为此欺瞒自己一生。我十分欣赏你的野心，可惜不论那时还是现在，在所有可以求助于我的时候，你都选择了逃跑。松雀，你为什么要逃呢？那毕竟是咱学会的唯一能保护自尊心的方法呀。而现在大概已经不需要了。咱愿意接受你的帮助，
因为咱也会帮助你，就像许梦者说的一样，在某一天，咱要站上所有人都能看得见咱的舞台，然后让松雀这个名字被所有洛星人记住。很好，那成为演员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你这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口癖改掉。还有，对我的敬称可以去了，反正你刚刚也忘了说。好呀，那你是不是也应该给我换一个称呼？以后要跑的时候，我会等你一起。你要做什么的时候，也别忘了喊我，可以吗？跑什么？鸟当然要飞起来啊！我刚刚真的说了好多平时根本不可能说出来的话，但愿我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不会因此变得奇怪。最后就是瑟拉佩姆了，在雷耶拉一离开你之后，你一定很不好受吧？瑟拉，如果你的生命10天后就要结束，你能做什么？如果你的生命明日就要结束，你能做什么？如果世界将在你死去的瞬间结束，你能做什么？我不，对不起，梅耶拉姐姐，我不是故意的。没关系。我认错人了，对不起。我想安慰多多，想帮助他战胜不安和恐惧。可他读不懂文字，也听不懂语言，所以我才试着和他的心灵对话。这是我第一次主动这样做，没想到把姐姐牵扯了进来。你和多多聊了什么？我说，从今往后，我会代替利托斯特叔叔照顾他，
但他一直在冲不在这里的利托斯特叔叔发火，骂他不允许他把家里搞乱，不允许他乱咬东西，更不允许他把斗篷当被子盖。为了报复利托斯特叔叔，多多决定从斗篷开始做所有不被对方允许的事。他相信他总有受不了的一天。姐姐，我很羡慕多多。他不在乎对错，他只在乎自己相信的人。但我相信的，教会我对错的人，全都在做相反的事，并且一一离开了我。在这之后，我只有多多了。我想让多多得到我曾经得到过的幸福，可在发生这些事情后，幸福变成了我无法理解的样子，就像多多也无法理解利托斯特叔叔已经死了一样。姐姐，一个不能理解幸福的人，究竟要怎样才能够给予幸福？身处不知如何自救，又想拯救他人的困境里，结合就是瑟拉佩姆能够找到的唯一的路。我固然可以直接告诉他答案，但不经自我和时间验证得出的答案，无法帮助现在的他。我真正应该做的是另一件事。我有一个点子。一个人想不通，可以让一群人帮你想啊。你家刚好是图书馆，我们完全可以大办一场跟幸福有关的分享会。斯利姆小姐举办宴会的经验丰富，白吉少爷有钱，松雀擅长张罗，沙弗莱认真的同时还能负责监督松雀。我没有和他们说过太多话。别担心，我和他们很熟。等分享会开始的那天，我还会负责主持，到时绝对不点你的名字。姐姐，谢谢你，因为你灵感又出现了，而这一次我不想放跑它。现在的我已经有了许多想法，我会把松雀姐姐的故事全部记述下来。对了，我可以把你们也写在她的故事里吗？你们对松雀姐姐，对大家都是很重要的朋友。印象中他上一次提笔还是在为松雀办葬礼时，想要替他完成最后的心愿。不过我到最后都没能看见他写出的故事呢。瑟拉，你这次准备写什么？可不可以稍微透露一点？秘密。之后我会找个合适的时间给姐姐看。那就说好了。一言为定。如果世界将要陷入停滞，再短暂的快乐也会因此化作永恒的幸福。这就是我唯一能为你做到的事。在小薇被转交给陈学姐后，要以最快的速度去往瑞木，只剩一个办法了：使用普罗米修斯留下的防维塔用临时紧急通讯，再次联系阿杰塔和维塔。算了，我又不是故意的，事急从权，况且维塔本来也没少戏耍我。
请谨记，你才是寻梦之旅的核心。除你的生命外，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值得真爱。这是妈妈，图图被埋在房子下面了。爷爷，会没事的，小童。妈妈，都怪我，要是我再勇敢一点，要是你再勇敢一点，我们失去的就不会只是兔兔了。没关系，宝贝，只要人还在就够了。我记得你是比安卡姐姐的朋友。于彤妹妹，于柳小姐，你们的爷爷在撤离的路上，武馆的队伍遭遇了影怪潮。爷爷为了保护落在队尾的孩子，硬接了影怪的一击。要是比安卡再晚来几秒，爷爷怕是坚持不到医生赶来的时候。爷爷，他不会有事吧？爷爷身子骨硬着呢，相信医生吧。山中合双眼，于是高天得见黎明，将他的身中的罪愆倾纳。看那彷徨于无数个黑夜的代价，如今又该向谁讨要呢？如果当时我能找到其他选择，如果我能做得更好，如果我可以熟练使用那份力量，要倒了，要倒了！会碎之塔要倒了！陈学姐，这里纸太小。陈学姐，我好像又来晚一步呢，总是错过，不停错过。我还真是个不成器的妹妹。不过，你看，至少我找回了姐姐的挂坠，她真的来到了这里，她真的完成了约定。她总是能超乎我的想象，她一定是在这里觐见了神明，被神明抹消了人世间的名字，成为第31日。我只找到了这个挂坠。我想象过最坏的可能，但当它真正摆在我眼前，我还是迁怒于他人，才能减轻自己的罪恶；盲目的行动，才能忽视悲剧的开始。寻梦者，害姐姐走到这一步的人，从来就不是利托斯特，而是我自己啊！你当真要去廊丘参加石树战争？只要我能够在石树战争里取得好名次，你就要继续学业。赌约我一直记着呢。你准备凭什么取得好名次？凭你800米跑5分钟，还是凭你一看见血就难受？当然是这个，就像你一样。头脑？我可没你这么聪明。
那你又凭什么能找到我？为了完美的躲开你，我筹划了好几天呢。哪有这么多为什么？我是你妹妹，用脚趾头都能想到你会去哪儿。陈雪，我记得你小时候一直都觉得我的挂坠很好看，总是想尽办法让我送你，对吧？省省吧，我才不要它当临别礼物。我本来就不打算现在送你。那你等他成为了接受神明赐福的实数战争冠军的秘宝再说吧。姐姐说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除了聪明，她就没一点能拿冠军的样子。然而，即便姐姐绝无可能成为冠军是如此明显的事实，我心中的不安也没有消解半分。因为你不想看到小新在擂台上受伤。看来我给自己找的理由还挺自然，自然到连你都被他骗过去了。寻梦者，我那时最害怕的是姐姐真如她所坚信的那样成为冠军，而我的渺小与无能也将因此失去掩饰的借口，彻底暴露在她面前啊！你什么都不懂。我懂。那你为什么要在不擅长的事情里钻牛角尖？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幼稚的赌约拼尽全力？为什么要像个笨蛋一样去参加那么危险的比赛？陈雪，每个人都有不擅长的事，自然也都会因此受伤。我不会说那又如何，我只想说，就算这样，你梦想抵达的那个世界依然会在前方等你，他才不会因为你摔了一跤就弃你而去呢。如果你起身时找不到他，也只是泪水暂时模糊了视线而已。说到底，哪有这么多为什么？我是你的姐姐呀。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对话。在姐姐失去音讯的第一个星期里，我什么都能想起来。她说过的每一个字，字句里的每一处停顿，她笑了多久，叹了多长，还有阳光从哪片树叶移到了哪一片。真的，我什么都能想起来。1年后，我还能够想象姐姐的口吻和行事风格，用和自己拌嘴的方式打发一个人的时间。等到了第4年，她真正的临别礼物，一条围巾。尽管只是天冷时才用得到，但经过多次水洗，也已经硬得不成样子了。而现在，在我跟你讲述的故事里，有多少是记忆修正的产物，又有多少是姐姐没有说过的内容，我根本没法确定。只有一个时刻，就是你喊我陈学姐，试图向我寻求某种答案的时刻，我才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姐姐的心情。姐姐，她做到了她承诺的每一件事，成为10数战争的冠军，送出我喜欢的挂坠，却唯独没能在她最该得意的时候，像往常那样说教我一番。寻梦者，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我不要。你，陈学姐，你有想象过离开这里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吗？我能想象到啊。今天我也会和你一起行动，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不要客气，尽情依赖我这个学姐吧。那个你喜欢噙着让人琢磨不透的微笑，一边感慨科研不易，一边取得不得了的成就。稍有空闲，你也不会全用来休息，要么是研究时尚风向，要么是参加户外活动。你未免太热爱生活了吧，是熟识你的人留下的最多的评价。可他们，乃至最依赖你的后辈都不知道，
你究竟是从怎样的过去走到了现在？又为什么会在加入数据研究所的理由上态度含糊？你只是笑着，既不夸示希望的光芒，将自己安放在妄念搭建的空中楼阁里，也没有自暴自弃，过着浑噩的生活。那个你，向我揭示了另一种选择。我们也许能够接纳绝望的存在，继续爱着所爱之人不在的世界。我想象不到那样的自己。陈学姐，你一直都是这样的人，哪里还需要想象呢？倒不如说，即便没有我，你也一定会离开这里。毕竟，你是个聪明人，更是我见过的最执着的好人。那么你呢？你又会做出什么选择？身处人群时，你的眼神偶尔会飘忽不定。我起初以为你走神了，后来才意识到，你是被什么东西吸引了目光。那个人应该有一头红色长发，对吧？没有和重要之人好好告别，悲伤才会成为永远无法坠地的眼泪。可假如当时真的好好告别了，我难道就能够笑着走出这里吗？姐姐常说，暂时解不开的题，可以跳到下一道去做。所以在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的时候，当然也可以先往前走。这句话就很像我想象中的陈学姐会说出来的话。我就是有感而发罢了。虽然无法想象未来的自己，但永远留在姐姐离去的黄昏，才更不像现在的陈雪会做的事。我要带着那个黄昏，去往有她在的黎明。陈学姐一定做得到，因为你果然还是这么爱多管闲事。不过时间差不多了。Vita， 在那个小心眼的神明耐心耗尽之前，该走了。你想说的话已说，你想做的事已做。纵然存在些许遗憾，但你也必须要承认，这就是你如今能够创造的最好的结局。欢迎回来，既不会惹小 V 生气，又不会让小 V 难堪，小 V 最喜欢的搭档，寻梦之旅中最让人省心的寻梦者。要好好愉快的和电子生命朋友们道别吗？ Vita， 我也是你口中电子生命的一员。哎呀，你当然和别人不一样啦。即使在小 V 迄今为止结交的所有朋友之中，你也毋庸置疑是最懂事可爱的那一个呢。你和阿杰塔又吵架了？怎么会呢？像小 V 这样人微言轻又柔弱的可怜女孩子，可没有让那位尊贵又神秘的博士发生情绪波动的能耐呀。Vita， 你有什么不满可以直接说出来。有没有呢？小 V 可不敢说，万一被带有偏见的恶意指责为背后说人坏话。总之，希望你们能好好反省这次的行为。哇哦，真严格，明明已经说教1个小时了呢。都说温柔的人生起气来最吓人，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好可怕，好可怕！小 V 可不想现在引起他的注意啊。怎么回事？那个声音是……这么好奇的话，不如自己亲自去瞧瞧，看看天命最受欢迎的医疗队长是怎么把你无所畏惧、从不低头的朋友们训斥得瑟瑟发抖的。
不要对我露出仿佛淋雨的小狗一样的表情。克拉丽，你知道我会举双手赞同希尔的说法，如果条件允许，我也乐意举起脚。他们就是……爱因斯坦博士，请不要在这种时候开玩笑，你太过溺爱他们了。就是因为该严肃的时候没有好好严肃，才会让他们产生错误的心态。是我的错，我为此反省。小孩子是很敏感的哦，他们会按照我们的反应为发生的事情划分重要程度。如果我们没有在应该掰正他们错误的时候采取行动……是的，我反省。看来爱因斯坦也迅速抓住了总之先说是的重心，不愧是他。克拉丽，你的态度再端正一点。笨蛋，现在不是计较我态度的时候，况且我的态度很端正。喂，那边不要交头接耳，现在也不要左顾右盼。没有人会为你们说话，你们要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可是我们已经反省了1个小时了。赫利亚，你也不要摆出不赞同的表情，差2分钟到1小时和1小时0.2分没区别。哼，耍起贫嘴来倒是一套一套的，和布罗尼亚姐姐，布罗尼亚不相上下。什么 deadline 要追过来了，1+1+1等于11，所以睡3个小时就够了。哇，不愧是布罗尼亚老师，好精妙的理论。克拉丽，我觉得希尔前辈不像是在夸他。笨蛋优等生，我当然知道。你们呢？处变不惊当然是女武神优秀的品质，但你们必须清楚，自己可是刚刚经历了攸关生死的战斗。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啦，不过是闯了毫不讲理的3重试炼，顺便继承了一下龙翼的力量而已啦。赫利亚这个家伙，可是和来自世界炮还是平行世界什么东西的其他赫利亚大战一番，在我的鼓励下，才绝地翻盘险险取胜呢。你到底是想夸我，还是在借机夸你自己？这叫双赢，懂？3重试炼，世界炮的同一人物，继承力量。听起来这个故事有点熟悉呢。毕竟是火星量子计算机的产物嘛。唉，要我说，火星人也太没新意了，这都是什么烂大街的设定了？其实，布罗尼亚也是通过类似的试炼，继承了理智律者的力量哦。我的意思是，能被一代又一代传承的设定，一定有它的道理，请叫它经典。不过，克拉丽说的对，的确是在你的鼓励下，我才能与自己和解，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彼此吧。看在赫利亚这次这么坦率的份上，我也可以勉为其难的承认，我能通过试炼，也有赫利亚的一份功劳。只要我们联手，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你曾经吹过的牛，我们把它变为现实了呢。什么吹牛？别说这么难听，那叫慧眼如炬，料事如神，未卜先知。哇，这么厉害，是不是还要我夸夸你们呀？完蛋！你们完全没有在反省，不是完成了任务就可以皆大欢喜。爱因斯坦博士和我想听到的，也不是关于任务细节的检讨报告。你们和所有新生代天命女武神一样努力上进，用心在一次又一次火星探索的循环之中寻求突破和进步，也在这个过程中无数次经历危险。你们愈发忽视自己，都想要独自解决不只属于你们的危机，这才是让我们最担忧、最难过的地方。是，前辈。你们2个人都想做英雄，并为此苦恼和勉强自己，这或许是属于你们成长的必经之路。可是，你们不可以忘记自己有多珍贵。我们可以接受任务失败，但不可以容忍付出失去你们的代价。是，前辈。还有你也是，过来，坐在这里。我？
别装傻了，你们不是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进行眼神交流吗？我看过你在系统里的行动报告，你以身犯险的次数可一点都不比这2个孩子少。难道是以为自己的生命存在形式不同就可以胡来了吗？就是这样天真的想法最容易招致致命的危险。生命的价值绝对不是可以被放在天平上称量的东西，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你自己。在任何时候，爱着你们、关心你们的人都不会想要迎接你以自我牺牲为代价换取的结局。你们3个人都是。如果再让我看到你们为了任务不顾自身安危，我会非常非常非常生气。好好记住这点。是，前辈。所以，他的训斥其实只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关心我。这是温柔的人，就好像是家人一样。说起来，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我们5个在一起，不论做什么，似乎都挺默契。你看起来气色不错，看来即使是在那种随性的老师的指导下，也确实是在茁壮成长呢。不用担心，寻梦者，大家都是你的同伴。你可以相信大家，只要我和克拉丽能做到，就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因为我们是朋友，对吧，克拉丽？同上。我的身边总是有这么温柔的人在啊。知道了就好，可不许再忘喽。总感觉希儿就像大家的家长一样。那可不，听说连布洛尼亚老师在希儿前辈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呢。你们也是，布洛尼亚也是，为什么从来都学不会多珍惜自己一点呢？每次发现他的外卖软件会员等级突然上升，我就知道他最近肯定又通宵加班了。看来把外卖包装袋扔到隔壁公司垃圾桶里根本没意义。我早跟布洛尼亚老师说了，肯定不是因为这个暴露的。眼看着布洛尼亚顶着黑眼圈，还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样子，真是让人看了又生气又心疼。最后我只能强制他去休息，我和重装小兔一起帮忙把工作做完。重装小兔，了不起的前辈。放心，希儿前辈，有优等生赫利亚盯着我，我一定能做到作息健康、3餐准时，成为女武神模范。你明明一次都没有听从过我的建议吧？下次一定。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态度，才会让人放心不下。克利亚、克拉丽，德丽莎主教说等你们休息好了，就去模拟作战室测试一下你们的。抱歉，我有点急事要处理，先走了，再见。好久不见，别急着走呀，布洛尼亚姐姐。嗨，希儿，你来了呀？好久不见。是啊，那么请聪慧过人的布洛尼亚姐姐猜一猜，当我抵达这里第一眼看到的是劳累过度昏迷的布洛尼亚姐姐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我错了。听不见哦。我错了，对不起。模拟作战室对吧？赫利亚、克拉丽还有寻梦者，还不快走！希尔、布朗尼亚，有时间再聊吧，再见。没有下次了，知道吗？赫利亚、克拉丽，测试前我需要先检查一下你们装甲的状态。我们现在就去模拟作战室。寻梦者，你先去剑桥休息一下再来吧。好的。听好，寻梦者，刚才什么都没发生，我们什么都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这也是攸关生死的战斗，明白吗？
这里也变得越来越热闹了呢。仔细一看，那一棵和长在瑞木的很像，而这边的就从没见到过。相近的生长环境才能生长相似的植被。地球和洛星会不会其实很相像？类似的游戏在廊丘见到过。看来不管在哪里，人们的娱乐方式都有些共同之处。地球到底是一颗什么样的星球呢？有机会的话，真想去看看啊。对抗测试时间为5分钟，测定当前你们2个人能稳定维持装甲形态的最大阈值。这次我们俩可都没有放水的理由和借口了，对吧，克拉丽？笨蛋，你还在记恨我们在瑞木打的那场练习赛吗？那已经过去很久了吧？第2次模拟擂台，开始。哼，听到了吗，笨蛋？你只有5分钟的时间击败我。这句话原样奉还给你，克拉丽。看来论熟练程度，还是我更胜一筹。少得意了，有破绽。哦呵，现在是高手过招的固定环节吗？那就说明是时候来点厉害的了。正合我意。寻梦者，能拜托你吗？交给我吧。那我也要。接得住吗？你能再表演一下那个吗？就是那个，对付利托斯特那一剑，只在记录里看见，还怪可惜的。那你的优势就要被逆转了。嚯，好大的口气！使用一击。看来科拉利大魔王的时代要终结了。行，好，接下来轮到赫利亚圣骑士的时代了。今天怎么这么好说话？哼，大魔王的事你少管，这是战术。这次可不许找借口装死了。准备好了吗？取我一拳！有了翅膀是不一样啊。这拳很快哦。这一剑，有了翅膀是不一样啊。抓到你了。接得住吗？嘿，哼，如果我使出这招，受死吧，赫利亚！结束。啊，我又死了。别装了，真痛快！我能维持装甲的时间也到目前的极限了。怕什么？这又不会是最后一场。没错。这样就是全部了。感谢你把数据和信息同步给我，爱因斯坦博士。不用客气，我家的孩子这么任性，这些日子以来要谢谢你这么照顾他们。对了，丽塔小姐还好吗？感谢您的问候，爱因斯坦博士。丽塔一切都好。尤兰戴尔大人，下午茶放在这里，
红茶里加了些薄荷，希望你喜欢。很清爽的香味，谢谢你。丽塔，这份文件中包含了这几次火星探索的记录，我已经抄送给了你。虽然我依旧不明白为什么你会这么执着于接手整理归档的工作，难道说有什么让你特别在意的异常？幽兰戴尔大人多虑了，当然是因为关于火星探索实况记录的整理工作很重要，不亲自归档，丽塔就无法放下心来。是吗？可你明明是在我参与之后才提议接手，是在担心我没法同时兼顾吗？谢谢你的体贴。乐意为您效劳，幽兰戴尔大人。我们回来了，爱因斯坦。你在和谁聊天？难道是……不是特斯拉，也不是小乔，这里暂时没有你期待的东西。不过你可以亲自向丽塔小姐为你赞不绝口的蒙布朗道谢。原来那位就是幽兰戴尔总是挂在嘴边的丽塔小姐，赫利亚崇拜的另一位老师。这种时候，还是把时间留给久别重逢的他们吧。哦，爱因斯坦，原来刚才的数据是同步给幽兰戴尔老师的。哼哼，要是让我早点知道，一定会提醒赫利亚表现得更好一点。不过很可惜，以人类之身能维持龙翼之力的时间有限，而赫利亚距离完全掌握那身装甲差的也还远。哦，毕竟是来自未来的装甲，这很合理。所以我们暂时只能为大家带来5分钟的精彩表演，意犹未尽的观众可以提前购买下次的门票。好吧，不开玩笑了，赫利亚在瞪我了。你好，赫利亚、克拉丽，我刚阅读了你们的最新数据，虽然在系统中我亲眼见证了你们的成长，不过从数据上这么直观的看到，我真为你们感到骄傲。呵呵，激动吗，赫利亚？要不要我帮你说点好话？克拉丽，别胡说。时间过得真快，小赫利亚在我记忆里还是训练营时代的样子，那样坚韧顽强的势头总是让人很怀念。不过喜欢幽兰戴尔大人这一点还是没变呢。放过他吧，丽塔老师，赫利亚的耳朵都红透了。克拉丽，大概不是时间过得快，是孩子们成长的快吧。我非常认可这一点。克拉丽、赫利亚，你们做得很好。丽塔，那部分报告有什么问题吗？你盯着看了很久。挥舞比自己还高的骑枪武器的金发少女形象，无论看几次都觉得……其他方面先不论，我偶尔也会想要夸一夸火星审美呢。别再打趣我了。赫利亚、克拉丽，今天的报告就到此为止，辛苦你们了。在下次行动正式开始之前，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吧。寻梦者，正如维塔女士所说，你是寻梦之旅的核心，希望你能以最好的状态去挑战下次的冒险。之前的数据分析还需要时间，这几日你就当放松心情如何？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谢谢你，爱因斯坦博士。面对陌生又庞大的异星系统，我能做的事很有限，但幸好人类还有一种感性的方式来表达心中所愿。祝你能够寻得最温暖的梦。好久都没有这么悠闲的散步了。我的家乡，在太阳的另一端吗？地球和洛星，真的很像吗？
我的家乡也能像地球这样迎来新的明天吗？最终将左右这颗星球的命运的人是你。可是很难说我的选择是对是错。我救了一些人，却也导致另一些人流离失所。我真的做得到吗？如果希娜在的话，肯定又要说我是个不懂变通、钻牛角尖的理科生了吧？赫利亚和克拉丽一定也经历了这样的困惑和迷茫，不过最终他们都跨越了自己，坚定地握住了命运。这就是人类的成长性，对吧？我也不能输呢。无论是赫利亚所面对的另一种可能性的自己，还是克拉丽在试炼中看到的希娜的过往，谜团有增无减啊。但就像他们说的，总之先向前迈出脚步，就一定比沉溺于悔恨、停留在原地要好得多。我也想做到更好，我一定做得到。是牙医和布罗尼啊，去打个招呼吧。唉，还是老样子吗？是啊，真是奇了怪了。那个笨蛋莫非在跟我们逗着玩？亚伊，我建议你把这种可能性纳入考量。就算是 Kiana， 也是能分得清开玩笑的时间场合的。好吧，并不是每次都能，但至少这种时候他不会。你是不是累过头了？都开始认真考虑这种可能了？怎么会呢？我这几天从作息到饮食都健康极了，连话都不敢大声说。这不是件好事吗？我觉得希尔来的正是时候，再这么下去，我都要担心你过劳死了。你说啊，我要是加班猝死，希尔会用全能复活我吗？算了，我不想去想那种地狱的未来。啊，是寻梦者，你好。没什么，挺好的。对，你好啊，天气不错，你吃了吗？你们刚才在聊什么？也许你还记得，每次你通关一个善区后，我们都能从火星捕捉到一段突然放大的扰动信号。所以，从你被系统判定为通关之后，我们立刻对来自火星的信号进行了高度关注，昼夜不停进行观测。原本以为我们能获得新的信息，甚至笨蛋 Kiana 会直接醒过来。很奇怪的是，这次的信号有点诡异。月球基地的数位工作人员异口同声地表示，他们在那个瞬间捕捉到了一段波动极大的异常信号，却没能在观测记录上留下任何痕迹。虽然我们几个当时因为疲惫过度倒下了，没能亲眼所见，但我相信他们所言非虚。所以问题就是，我们到底错过了笨蛋 Kiana 的什么留言？哼，真遗憾，看来这次又得依靠小 V 我了。这下确定了，只有小 V 一个人感知到了更多东西，也难怪，毕竟小 V 比他们多了一双天慧之眼。哎呀，这可真是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呀。那就不能责怪好奇心旺盛的小 V 代替他们一探究竟了。现在就让小 V 先到那里去吧，去往那迹象显现之地。虽然小 V 不是没办法做点小手段，算了，现在还是避开旁人的视线比较好呢。偷偷的，悄悄的，
好险好险！阿杰塔，我想知道。哦，那件事啊，可以。哎呀，没想到诚实的德丽莎主教也会跟这种隐瞒身份的坏女人勾勾搭搭呀。阿杰塔，我想知道这台火星量子计算机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你会是它的后台维护员？我还以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因为天才科学家、万能程序员、洛星最优秀乙方阿杰塔博士就是这台量子计算机的制造者啊。什么？全称应该是洛星量子纪元天量存储超维深度训练计算寻梦推演机。我一直认为这与你们在探索和寻求的东西毫无关联，也就是说它不重要。好长，而且听起来确实不重要。七树封印了诀，影中灾厄落下帷幕之后，出现在弃用之树阿杰塔博士面前的就是有史以来最难讨好的甲方蕾耶拉。这位甲方带来了阿杰塔博士从未见过的需求，以极尽详细庞大的历史技术数据为基点，制造涵盖整个洛星历史的模拟回溯系统。这位雇主给了阿杰塔博士十分宽松的条件，在无日无夜的天地间，阿杰塔博士得到了永恒工作的福报。而在这份福报的尽头，诞生的就是那台洛星量子纪元天量存储超维深度训练计算寻梦推演机。简而言之，你是一个只要提出需求就能满足的神奇博士，而蕾耶拉就是那个什么要求都敢提的甲方，这才有了我们所说的寻梦者系统。正是如此，我的合作者。冒昧问一句，对于这么敢想敢干的成果，那位神明雇主为你支付的报酬是？当然是见证寻梦之旅的始末。伟大的阿杰塔博士竭诚为所有发明提供最优质的售后服务。那不就是打黑工吗？好累，好像有点理解维塔了。我没有打算评价你们已经达成的交易的意思。算了，我们下次再聊吧。好的，我们下次再聊。维塔，我的挚友，你特地来见我吗？竟然被这个讨厌鬼发现了，我可不想和他纠缠，得想个办法脱身。我的挚友，你好像做了什么小动作，难道是在玩什么游戏吗？别跟我搭话。从我注意到你开始，你似乎一直在刻意回避他人的视线，这是为什么呢？哦，我感受到了一种奇妙的气息。难道说你想向我分享和展示你的发明？原来是想要用这种方式干涉我的认知吗？有趣。要我配合你吗，我的挚友？难道是上次的谈话不太愉快？你好像对我有些防备。我觉得我们应该分出一点时间单独相处，一个微笑说不定就能化解误会。这个算子是不是用错了？还是说这就是宇宙骇客的创意？只要你开口，我可以帮你完善并小做修改。你我之间不必客气。通过浅显的话术吸引我的注意力，实时对数据体的记忆加密进行微调。常见的骇客手段，可惜不太高明。不过还是谢谢你准备的惊喜，我也玩得很开心。好吧，阿杰塔博士，
你不需要用那种方式来嘲讽我一时兴起的小玩笑，毕竟它只是个小小的噱头，即便对你不起作用，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我想也是。你时常和我开玩笑，谦逊如你还没有在我面前炫耀过什么。我是和你心意相通的挚友，又怎么会误解呢？还是说，你果然还在为之前的事生气？从那次飞船上的相互坦诚之后，你就刻意回避与我照面，但我没想到竟然愈演愈烈到了这种程度。啊？我们之间的小摩擦只和行事目的相关，可这并不影响友谊本身。存在方式不同，亦已结为如今的挚友。迁怒可不利于健康的人际交往。你在教我做事，而且还是关于人际交往。这是忠告，为特立独行付出这样的代价，本不该是天才注定的宿命。阿杰塔，请你闭嘴。愤怒也是情绪的一种，而面对最真实的情绪，才是以真诚走向真心的方式。能见到你对我坦诚，是意外之喜，我很高兴。而我始终怀抱最真诚的祝愿，衷心希望你也能快乐地走在你的道路上。就没有人能管管那个女人吗？啊，原来是你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呀！来，告诉敏锐又好心的小 V， 作为 Kiana 送来的紧急留言，这次你为小 V 带来了什么消息？这里是哪里？你是维塔？不行，你坏，我不能和你说话。我是要去找牙医姐姐和布洛尼亚姐姐的。他们在哪儿？他们因为种种巧合错过了你的坐标信息，但也因此拯救了重要的后辈的性命。你看，命运就是如此捉弄人，是不是？我才不相信你的话呢！我知道的，维塔总是在骗人。哼！唉，真不明白，为什么小年糕对其他人都亲切地称呼为姐姐，到了小 V 这里就那么生疏和防备。虽然这里没有牙医，也没有 Bronia， 但这里有小 V 呀，我也可以是你的小 V 姐姐哦。来，看着小 V 姐姐真诚漂亮的双眼，可爱的小年糕难道就没有话要对小 V 姐姐说吗？我没有，大家都说要防火防盗防维塔，姐姐们不在的时候，我也要照做才行。哇，真是好让人伤心的指控！明明小年糕也和小 V 如此熟认，为什么不从我们之间的美好回忆里认识小 V 呢？奇怪，好困。天娜的状态也影响到了我吗？不行，现在还不能睡，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告诉牙医姐姐和布洛尼亚姐姐。那不如就让小 V 姐姐帮可爱的小年糕转达吧。之后呢，小 V 就会为你准备温暖的房间，还有软乎乎的毯子和枕头。不，我还不能。我没睡。我还要传达信息。提安娜说，时间不多了，在之前要尽快。哦，我的小信使，你还真是带来了一个惊天的大消息呀！看来这次要赌把大的了。好在小 V 从没赌输过。事情越来越有趣啦，这趟火星之旅
还真是不虚此行呢。哦，你竟然会主动来找我，还真是新奇。啊，这还真是个大胆的想法呀，连小 V 都被你的气势吓到了呢。我当然会帮你，善解人意的小 V 怎么舍得对你说不呢？刚好，我这里有一份超棒的计划，正缺个帮手，你要不要听听看？还差4分钟，走吧。大家都到齐了呢。寻梦者，你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一些，是在紧张吗？有点。哎，又不是第一次出击了，你紧张什么？你们不是也早到了吗？那就要请问优秀的赫利亚女士，为什么提前1个小时把我的房门敲得咚咚响了？这家伙硬是把迷迷糊糊的我从床上拽起来，强行帮我刷牙洗脸换作战服吃早饭，一气呵成。然后到了剑桥一看，哼，一个人也没有。我不是故意的，我也没想到我会看错时间。所以你看，有人比你更紧张，你赢了。这是什么奇怪的胜负？谢谢你们，我好像没那么紧张了。寻梦者，你确定你没事对吗？你看起来似乎很不安。肯定是因为这次出击只有我们3个人，对赫利亚的战力感到不安吧？或许是对你这种嬉皮笑脸的态度感到不安呢。行啊，赫利亚，都学会反唇相讥了。你还有什么惊喜是我不知道的？都说了，你们3个只是先遣队，吸取了上次的经验教训，我们决定在后备队保留更多战力。一方面能投入更多人力，对你们每个人的状态进行实时跟踪；另一方面也方便在危急关头及时把你们替换出来。毕竟人一多，监测数据就会混在一起，变相增加响应时间。上次我们也是吃了这个亏。完了，这下隐私不存在了。你知道德丽莎主教不是那个意思。寻梦者，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还真是瞒不过你，抱歉，我并不是想对大家有所隐瞒。其实，我和维塔有一个计划，但这件事的详情，我必须进入系统之后才能讲给大家听。请你们可以相信我吗？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在说这种见外的话？我们从来都是相信你的呀。谢谢。那，我们该出发了。这的确不是第一次出击，但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他们。这或许是最后一次，而且我衷心祈愿这种可能性的到来。好啦，善区的坐标已经确认，来吧，寻梦者，准备出发。虽然我一丁点都不信任这个女人，但我相信寻梦者的判断，希望你们的计划能够成功。哼哼，当然，小 V 一向很好运。谢谢可爱的主教这么拐弯抹角的关心我，小 V 很感动哦。唉，要是我从来都没认识过这个女人该多好。
我们为什么会到了数据之海？时空扭曲、坐标错位也是计划中的吗 ？Vita，果然不会这么顺利啊！看来你们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顺便，我真心建议你谨慎选择合作伙伴，寻梦者。抱歉，刚才没有说出全部实情。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所知的计划全貌了。最后一次出击，这是什么意思？还记得维塔把蕾耶拉的本体逼出来的那一次吗？维塔用他的天慧之眼在蕾耶拉身上留了个标记，悄悄骇入了系统。虽然很快被蕾耶拉察觉阻断，但维塔还是用得到的信息拼凑出了善区的大体构造。维塔在出击系统上做了些手脚，用一种类似作弊指令的方式临时解锁了全部善区的进入权限。而我们这次真正要前往的就是最初的善区。继续按照蕾耶拉的剧本老老实实闯关，只会被他牵着鼻子走，可能还会遇到上次那样的危险，不如主打一个出其不意，是这个意思吗？跳关是吧？这个我说，我最擅长的就是在新手村卡地图 bug， 直接卡到最终决战魔王城去。当然了，后来我被 Bronya 老师狠狠训了一顿，他说我是自 Kiana 老师以来第二个这么不做人的，害他和重装小兔修了1个星期的服务器。不过，直接跳过这么多善区，不会出问题吗？对于时间逆流者来说，选择哪个时间节点并不绝对，重要的是携带怎样的记忆前往，那即是塑形时间的关键。Vita 是这么说的。如果能成功通关最初的战区，抵达洛星的历史根源，或许我们就能解开所有的谜团，唤醒提安娜，我的家乡也能得到拯救。原来如此，这么冒险的计划，想要骗过量子计算机的最高权限者，就不能在行动前被他察觉，所以确保大家不知情才会是计划的一部分。又被那个女人摆了一道啊！那现在呢？他人呢？Vita 说过，如果运气好，他没被蕾耶拉抓到，就能快速给我们指引最初的善区的方位。看起来他这次运气不怎么样，我们只能自己找了，对吧？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Vita 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但真正的原因他不肯告诉我。说是时间不多，但 Vita 的说法是站在神明尺度的不多，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还算游刃有余，至少他是这么告诉我的。之后再找他算账，现在立场正在剧烈波动，要尽快离开。那个是显眼到可疑的裂缝，我们先朝那走吧，毕竟是视野里唯一的目标物。你们看，欧夏，原来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善区。那个时候，我们还对隐灾的真相一无所知呢。那就多看一小会儿吧，毕竟我们或许不会再有机会去了。现在拿起武器，身上就像有蚂蚁在爬。好想一开始就以超级红龙形态出击。你该进修一下自己的起名品味了。
就是那里了。等等，有东西靠近。嚯，来的真及时！这是坐标错位了，我们正在被传送到数据之海的另一侧。呵呵，既然如此，那就更应该。速战速决！等等，克拉丽，让克拉丽跟他好好玩玩吧。寻梦者，我们到旁边去。的确，1v1单挑，我最喜欢的打怪兽方式。啊！我都忘记了，这家伙的正面是号称不可被攻破的存在。当然，那是在遇到我之前。哇，哼哼，满血斩杀，这可是大魔王的标准配置。哦，竟然还有漏网之鱼！抓到你了，来大闹一场吧！好，我是不是该说？呀，看这儿！呀，哦呀呀，好，立爪，上方，嘿嘿嘿，啊！岁日流天，呀，啊，日月战裂，还原，哼。走这边，抓我啊！在这儿呢。在这儿呢。这些战区中也有隐在的侵袭。雷伊拉，他原本是希望我通过这些战区获得什么呢？
心，寻梦者！果然又是这样，让我来吧，克拉丽。哎，这种程度的怪物，需要我们同时开启外挂吗？你先休息一下。挡不住！真是留刃，势不可挡！反使至极，不过如此。哼！没想到，居然真的可以跳过这么多扇区。这些散落的时间碎片，就是洛星的过往，也是他给我划定的道路。这条路，曾经的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走过的，雷伊拉？走吧。你还好吗，寻梦者？那些扇区似乎让你触动很。按照维塔所说，在我进入现实与梦的匣间后，克拉丽和赫利亚会处于时间空白的等待状态，而如何打开最后一道门扉，就是我的战斗了。可是这种惴惴不安的感觉，祭扫，收，走上就下，绑得住吗？挡不住，真是留刃，势不可挡。
必中。嘿，哈，哼。立场彻底紊乱了，加快速度！到底发生了什么？Vita，玩的还开心吗？他家最喜欢的神明蕾耶拉，真令人惊讶，这竟然并非你的假身。你不是一向把自保放在第一位吗？不过，这无关紧要。你对他说了什么？我怎么听不明白？他是谁？这里只有我呀。如果你是不喜欢让你真诚的朋友躺在家里休息，我可以离开。我已经厌倦了你伪善的嘴脸。我不需要他做多余的事，更不需要一只肮脏的老鼠插手洛星的历史。令人伤心呀！明明是为了你，我的身体才落到如此残破不堪的境地，可我连一句真心的安慰都得不到。我还以为你的家长教过你什么是礼节呢，毕竟我家没有嘛。尊敬的神明大人，我可是非常羡慕你对另一位神明的感情啊，那种几乎是襁褓中的婴儿才会有的依赖感。哦，我忘了，他已经死了，不是吗？你，Vita，徐梦正，身体完全动不了。你不该出现在此处。违抗神明，这就是你的抉择。你应当明白，你从来都没有选择。Vita，你确定要这么做吗？事到如今，开始打退堂鼓了，这可不像你啊。我只是觉得，不管成功与否，蕾耶拉都不会放过你。哎呀，我好像听出了一丝关心。放心吧，小 V 最惜命了，不会有事的。我教给你的技巧学会了吗？我可是过来人，对这种事最轻车熟路了。说实话，你的计划在我听来是天方夜谭。不过，
我还是想赌一把。真是乖孩子。一旦计划开始，你就随机应变吧。只是我很好奇一件事，寻梦者，你的手为什么在颤抖？这里是……你醒了，离了。你听到埋葬在记忆里的回响，于是睁开双眼。这里是哪儿？冷静下来。好奇怪，从刚才开始，就感觉自己的思绪不受控制。你察觉到眼前的异样，决定先向前走，只能随机应变了。丢舍的过往重新运转，你开始想起那些被遗忘的记忆。要救他吗？什么？你犹豫地看向他，只是死亡罢了。你这样想着。不，我不会见死不救。你听到孩童的哭喊，可你只能救一个。求求你，救救我！一定来得及。你的双手会将无辜的人推入深渊。不是的，你在篡改我的记忆。时间只允许你拯救一人。为什么？没有被你选择的人会彻底消失。他们的生命怎么可以被随意摆布？好难受，为什么手在颤抖？你介入了他们的命运，杀死了他们。不是的，这不是我的记忆。身体变得好重，不可以停下。你拥有了力量，也拥有了不该有的欲望。不可以都在这里。他们本拥有自己的命运，却被迫将生和死亡都牵系于你的手中。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更要救下他们。这才是你该有的绝望。冠冕堂皇的话语下，是什么都没能做到的你。他们的生死与你从无关系，你也与他们无关。不要过来！不要！没事，我来救。一个无关痛痒的生命该怎么做？显而易见。哦，该回应的不是你。宋雀，怎么让咱选啊？咱当然想救2个人，但是这危急关头，咱哪有那个能耐啊？有人要被抛弃了。那位郎丘的姑娘
咱带他买过糕点，他的家人还接济过咱。咱知道自己没脸皮求你原谅，但是如果咱也给你买过糕点，如果咱也记得你的话，如果记得我，没关系的，我已经经历过很多次，很多次。他们嘴上说着不愿舍弃珍贵的联系，却会遗忘与你的种种牵绊。你想守护的，就是这样一群生命。别分心，寻梦者。克拉丽，不对。寻梦者，赫利亚，我只能救一个人，他就在我面前，这次就在面前，在一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没事的，我也不允许让你再一次失去克拉丽。就好像是家人一样。不错的回应。你的记忆不全是废物，费尽心思让他们远离危险，一场可笑的自我感动。他们从不会选择你，只要你站到天平上，谁都会比你重要。寻梦者，你怎么在这儿？别担心，寻梦者，我们这就救你出来。等一下，布若娘，刚才那个瞬间，提安娜的信号波动变弱了。怎么可能？为什么接近寻梦者会？布若娘，所以我们才没有接到提安娜的讯息吗？对啊，明明该有的，为什么会？因为你的出现，地球的神明陷入沉睡；因为你的选择，金星的老鼠将自己置于死地。他们从不需要你。无论做什么，你都无法挣脱孤独的命运。你的愿望，你的选择，你的行动，毫无意义。那场预知梦，悉数死去的缘由，你为何将其遗忘？因为那是你无法承受的记忆，与无相之相共鸣，让享乐死于支配。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并不是绝，也不是破气，而是你。操纵已逝的意识之影，令结合不得不倒悬于信徒道语中的，也是你。而破气，他从未伤害同僚，
但因你换来源源不断的影碎，才不得不在死战中力竭而亡。至于那只狗，它想要揭穿你的行径，让你迷途知返，而你却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影能拯救世界，甚至不惜为此将它连同白吉一并铲除。最后，是知晓绝真面目的你全能失控，毁灭了郎丘。这就是你的预知梦，一个个时间线上的错误分支，一条条你不该走的路。它让你沉浸在错觉中，认为自己被洛星需要着。可你只是运转时间的工具，根本无法撼动时间的结局。哼，松雀还是完成了异类之意，那些老鼠也为窃取力量付出了代价。这些与数亿年前的过往分毫不差，是因为有希纳迪亚的星之环的力量，郎丘才得以降下黄道的天罚，令松雀从影坛中复生。也是因为有他的星之环引导，瑞木才能迎来黎明。能够左右时间运转的，始终是希纳迪亚留下的光芒。不管是那些人的生死，还是城市的命运，解题方法早已注定。你没有资格僭越。回到你该行的路上，将已然运转的历史通有一道道门扉回退，或者杀了我。继承蕾叶拉的名字和记忆，唤醒又一个寻梦者逆流回溯。无论哪条路，他都会带你换回希纳迪亚。这就是我无法逃离的命运。我与他本就是同一个人。我想要找到希娜，是因为他对希娜的强烈思念。我们的意志始终相连。你不应该，我不应该自以为是。寻梦者从来都只为一个目的存在。希纳迪亚，是因为没有希娜，洛星才被阴翳笼罩。我不应该妄图僭越，我不应该忤逆规则，我不应该以为自己可以。你的声音总算停下来了，这才不是我的意志，怎么可能？换作往常，雷耶拉不会露出这么大的破绽。难道维塔是为了这个才？为什么？你到底在执着什么？
在你眼里，雨之梦只是用来控制我的手段吧？它发出偏离道路的警告，让我痛苦，让我崩溃，让我害怕孤独的命运。但曾经有很多时刻，我真的希望所有糟糕的事只是一场预知梦，希望它们从未发生过。与七叔相遇的时候，克拉丽受伤的时候，赫利亚离开的时候，还有听说基亚娜仍然没有醒来的时候。在我面前，大家总会笑着安慰我，没关系，你已经做得很好，不必道歉。可我看得出来，这样的道路让他们很难过。在每个轮回，七叔都在为影在疲于奔命。与他们告别时，我在想，如果我是影在的源头，那假如我们从未相遇，他们会不会摆脱这个宿命，拥有过普通人生活的可能？能无忧无虑的玩闹，和只有前辈毫无负担的插科打诨。可从廊丘到瑞木，每个人都只能跟我涉足未知的险境，而我也一直没能阻止他们受到伤害。那一天，赫利亚究竟哭了多少次，我都数不清了。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我只能听着他强忍啜泣，什么都做不了。亚伊和布罗尼亚，还有德丽莎和幽兰戴尔，他们一直很坚强，但我知道他们是在努力地让自己不流露出担忧。他们还要照顾我们这些后辈，我们只认识了那么短的时间，如果可以，我想跟他们认识的再久一些。可这条路太长，太沉重了。你的手为什么在颤抖？因为我知晓了选择的重量，迈出每一步的代价。我的前路将要背负起不止一人的未来。大家给了我那么多帮助，不管是为了他们还是我自己，我都想做得更好，让每一次的选择无愧于心。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做得到？你明明和我一样，是满身缺陷的失败品。你才是。为什么总是在否定自己？是你的恐惧让影在肆虐。你究竟在害怕些什么？你试图让我相信我是你的道具，你的影子，不该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选择。可能明明是你一直在对自己做的事啊。不管是神明还是系统最高管理员，哪怕你是我的创造者，也无权代表我的意志。我的家人们，朋友们，温柔的前辈们，已经教会了我如何看待我是谁。决定我成为谁的，不是我无法改变的出身，而是这一路的冒险，还有我自己的想法。我想要找到希娜，是出于我自己的意志，与你无关，更不需要按你的路走。我会按我自己的意志，一路向前。我家小磊爷拉肯定可以的呀。为什么小磊爷拉要反反复复的说自己做不到呀？总是这么说，万一你自己相信了怎么办？因为我真的做不到，我没有希纳迪亚那么厉害，我不可能比希纳迪亚厉害。你在说什么呀？小磊爷拉早就比我棒多了，没发现这件事的可是只有你一个呢。不，希纳迪亚才是最完美的，我永远都不可能超越希纳迪亚。
不可能，不可以。唉，你这孩子真是的。虽然你这么夸我让我很开心，但总是这么自我否定，我会担心小蕾耶拉的。我没事的，因为希娜迪亚会一直在我身边，所以不会有事。可是，蕾耶拉，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你按自己的意志一路向前，因为那才是前往未来的路呀。可是，希娜迪亚，我不可以。前进的路总是很艰难，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犹豫过，痛苦过，但一次都没有想过要放弃，因为这是身边的人教会我的，是他们身体力行告诉我，只要前进就会有收获，就一定好过毫无作为的停留在原地。这是我的选择，我才不是你的人偶。你在吸收我的力量，那只老鼠又教你些无聊的小把戏。蕾耶拉，也许我仍然在做错误的决定，也许这一切徒劳无功，但是我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现在就交出答案！现在就交出答案，可不像谨慎认真的蕾耶拉会做的事。这是好温暖的力量。维塔不在这里，希望他顺利逃掉了。这就是最后的门扉，该走了。徐梦哲，徐梦哲，这里可不允许睡觉。怎么回事？进善区前还好好的呀？啊？你醒啦？来自未来的小瞌睡虫。